嘿，大家好，李斐又回来了。大卫说，今天我跟大卫一起超级激动的给大家带来一件，我觉得是我们团队代理的商业物件历史上最好的一件，一定要的，而且是线下，我觉得整个南加州市场上，我可以说你找不到比这更好的仓库。真的没有办法找到了。我们看到很多的好房子，这间就是仓库里面的好仓库，无论从地段、位置、size、建造的质量、设计的底层的逻辑等等等等。对，我觉得可能是算是仓库里的战斗机。战斗机啊！给我们20分钟时间，带给大家这一件在5388 Arrow Highway Montclair 这个城市。是的，我们身后的这间接近10万尺的10年新的仓库。是的，超级好的标的。 Let's go。刚才把地址报给大家了，5388 Arrow Highway， 大家看一下地图，离10号高速2分钟 Central Avenue 旁边啊，这就是做仓储运输的黄金地段。真的，我们整个离 San Bernardino、离 Ontario、是的，离机场非常好。然后这个地段呢，你刚才的这个航拍视频中，大家也可以看出来，是 corner， 是靠近这个街角，整个我们把头全新建造起来的。我们身后，这是一条排水渠。这个仓库在建的时候，当时设计的逻辑，其中有一条就是要防水淹。是的，虽然我们南加州很干旱，但是当你遇到10年、几十年、100年不遇的大洪水的时候，我可以给你保证，我们仓库不会有问题。原因是什么？它在当时设计的时候，从路边做了一个退让，然后这边做了很好的排水的设计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这里是一个排水沟，那边也有排水沟，这边靠近马路3个排水渠。当淹水的时候，我们后面是高地，水往下流，流到排水渠全部排出去。是的，非常非常好的设计，而且这个离路边的退让会防止，比如说有时候 DUI， 对，如果有一些人开车会撞到你的建筑，对吧？对，这是真的是很经典。你在现在的很多仓库中，你看到是沿着路边去建嘛？沿着路边，它要占位置嘛？你找不到这样的。是的。对于安全、对于美观、对于防水的设计。提到美观，我们的电线杆，如果你看到周围的话，是拉的这种线嘛？对。这块仓库所在的地下，当时是原始的地下电缆，电就是另外花钱，然后铺到地上去，全部铺好，所以我们的电线杆可以做到是没有电线的，没有电线杆在上面。那大卫帮我们介绍一下整个物业的占地面积多大？总共有4.88 acre 的地。接近5个 acre， 接近5个 acre， 在这个地段上面，然后仓储面积是10万尺，接近10万尺，9万8千多，黄金面积啊！是的，无数的人找仓库的时候，不要太大，不要太小，是10万尺上下。这边插一句，其实这个 size 在美国可能一般的民众不知道，但是在行业别，因为我是银行出身的，保险公司、基金公司跟这些 hedge fund 最喜欢的 size， 他们喜欢这种 single alone， 然后这种10万尺的仓库，大小 perfect。然后我看到还有办公面积，办公面积有多大？大概6000多尺。所以10万尺的仓储面积，6000尺的办公面积。是的，这边是我们办公楼的入口，也想跟大家提一下，我们刚才讲到的防水设计，整个4.88 acre， 业主当年在开始建造的时候，整个全部凿平。还往下挖去做水泥、钢筋、混凝土的地基。对，然后包括整个仓库和办公面积全部抬高，是这样才能做到我们说的往下排水。没错，因为它是做北朝南。是的，然后北边最高，南边最低，整个地基全部是钢筋混凝土，是抬高往上。对，所以再重复一遍，即使你遇到100年不遇的大洪水，这里面存放的货物不会有任何没问题的。对，我们先一起去看一下办公的面积。Let's go。那我们现在到这个高挑的办公室的前厅，整个四面面积大概是6500尺的办公的空间。是的，对啊，我感觉这个2层也有20多尺哦，单层应该有10尺。现场量一下，这个来22尺，所以单层就11尺嘛。然后一些工位和会议室，对它等于说所有的用料材质都要求是最高品质，包含这玻璃，还有说你看到的门，它的门都是那种比较高的，
不是用一般的门，一般的门就是一个木头还有安防设施，安防设施，数不清的 camera 到处在看着我们。总共80个。另外一个小细节给大家看，这整栋建筑的建筑品质，就是业主特别打开了天花板给我们看到，连办公空间里面都用了很多的钢结构。通常办公空间就是木结构，对，就是木架子嘛。大家都知道在南加州这边的话，这个 beam 这整个梁全是钢的，所以这边哇很安全啊。他真的是花了好多钱，这个现金的造价造起来，这个就不得了了，成本很高的。Yes. 对，如果视频前的你们已经投资了一些民宅投资房，在美国收租金的话，你想要有一个大的标的、商业的稳定的收入，我强烈向你们推荐这个原因，是因为未来的10年和20年，我觉得美国仓库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稳定的商业的投资。必需品。为什么？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后的广告牌，这些过去你数得出来、数不出来名字的大型的传统的商家，沃尔玛、Target、Kohl's、TJ Maxx， 什么Nordstrom、Bloomingdale's， 所有的这些商场，很多关闭了线下的店，包括咱们光谱中心的那个沃尔玛都关掉了，对，全面往线上转移。是往线上转移的时候，仓储是他们必不可缺少的一个不可或缺。战略投资的标的。是的，所以这个东西在将来一定是会长期的稳定的升值，无论是租金的收入还是它本身的标的的价值，都会稳定的上涨。是。我们进到仓库里面，大家可以理解我们的激动的心情啊。是啊，现在市场上你找不到这样10年新的10万尺的这个仓库，太多的卖点和用心的设计了。首先，大家看到这个空间里面，2014年全新建造，它有16个 loading dock， 我们卖过5个6个的，对，还没有卖过16个的，是，并且它还加上一个大的带有斜坡式光 level， 对，这个叫 ground 对 ground loading 的这个铁门，叉车可以进来的，叉车、正常的轿车、卡车，什么车都可以进来。然后除此之外还有16个，这个硬件的配备就是我们之前卖的，我没有见过这样的，看不到了。这个设计，因为它是10年之前设计的，所以可以达到这样的要求。对，而且业主很用心，在这一块，他是真的是从头到尾贴心精心打造出来的一个东西。这就是它的像宝贝一样，是，就是他的宝贝。包括我们现在行走的地面以及外面卡车走的地面，全是水泥，对，底下做的钢筋，所以它整个的抗震性能非常好，耐压、抗震。对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支撑的这个立柱，是。通常来说，我们过去卖的仓库很多都是木的柱子，木头的，这是纯钢筋的，它全部要求是纯铁 steel， 这个全部的支撑点都是 steel， 所有的顶棚、钢架、货架是全是这种非常好的 quality， 就像我们过去卖房子一样，就是你那个建筑品质细节一看就是不一样。是，所以这个地基的设计，包括这些钢架的设计，以及这些 rack 这些货架。整个抗震性能可以达到7.5级以上的地震，我就这么跟大家讲吧，就是仓储的货物的保全功能很重要。是的，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说很多防水？洛杉矶很干燥，但是当你遇到大的洪水的时候，你能不能防水？肯定的。然后地震带的话，洛杉矶这个地震频发的地方，你能不能防止地震，对吧？然后防水、防震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防火。对，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仓库的消防设施，可能是你之前在其他的任何仓库里面没有见到过的。看不到，太厉害了。这个设备间是屋主当时在设计的时候额外为这个仓库添加的，是的，就是 fire system， 单独的一个气泵，对，可以保证整个仓库里面如果有任何火警的发生。对，每一个管道、每一个 sprinkler 会打水出来，都有足够的压力去运行。是10万尺全覆盖。这一套设备当年就要几十万。对，好像快20了。你先不说钱的事情，你现在在其他仓库上你可能见不到。对，而且你现在建完了再做这个事情也很困难，做不上去的。其他仓库可能就是正常的一些消防设施，这个是专门做的。所以我们的防水、
防地震、全有了防火全做的防火都有特别好。是的，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将来的可扩展性，对的，看一下我们的电力储备室。这边是一组800安培的电机 AMP 整个仓库在当时设计的时候，一共有2000安培的上限，对，现在只用到800安培。所以如果你想要在将来里面做更多的设施，做一些像冷链啦、冷库啦，或者是一些加工啦、一些重型机器，重型的机器完全没有问题，对的，完全可以 handle 你。现在只用了不到一半，对，不到一半，还有1200升级空间。这是我一直就是拍这个视频比较激动的原因嘛。对，就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物件，就是在现在这个市场上你找不到这些设计，都是设计好的。对，我们刚才进来的地方有6000英尺的办公面积。对，如果你觉得不够用的话，在这个角落，业主预留了另外一块可以做办公面积的设施，厕所都铺好了，地上的管包线，括地下的管道，包括电路，包括消防设施，包括独立的出入口。你甚至可以把这个10万尺的仓库从中间一分为二，开一半。那边是一个5万尺的仓库，加6000英尺的办公面积，这边是另外一个5万尺，再加办公面积，你可以独立的定制。是的，这个东西真的是当时设计的时候太聪明，可以缩小。对啊，太聪明了，砍一半。对，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东西在这上面。然后讲到这里，我觉得可以报一下价钱了，是，也很诱人的价格，一尺是375块的要价。所以我们现在接近10万尺，总价3700万，是，听起来大家会觉得说哇不便宜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就这样的标准，你现在建起来，我们不算土地的价格，你没有200多块钱一尺，你建不起来的。是，你可能建造成本就要花2000万。希望看我们视频的，可能我不说直接的买家朋友们，如果同行朋友们，你们有客人在找这样的仓库的话，一定要重点关注一下这一件，肯定真的是一个好货。你帮你的客人买到，你的客人会感谢你的，一定会感谢的。所以这里的总层高是多少？35尺，是在最高的地方是大概35、36， 那在边缘大概31尺。OK， 所以它的 racking，如果是正常宽度6、7尺，宽度可以到5个。然后这边的话是10个，这边是10层的货架。是的，然后这边是5层的货架，是。一般来说，这种5层的货架每一层是6到7尺，对。然后我有注意到这些货架也非常好，建筑品质很高，非常 high standard 的，就是防震7点多的。过去我们看过很多货架，不是这种感觉，是这个就感觉是哇，就像是房子里面用的那种精品的大理石，包括大家可能不会注意到这些小细节，就它这些螺丝钉钉进去的深度，我是相信他说他7.5级以上抗震是有原因的，对。可能这些货架到时候都会纹丝不动，对，因为它首先整个地基是钢筋混凝土水泥的地基，再加上这么好 quality， 它说是产自美国，对 ，Made in USA 的，哇，这个真的是一个好东西。然后我看到有很多的天窗，所以室内现在基本上其实是不用开灯的，对，它的光线非常充足。然后这个天窗是可以打开，大概10 inch 可以透气。所以这里面本身空间就很大，另外一块因为可以透气的原因，我觉得这个就舒适度很高。对，它不像一些小 size 的仓库进去之后感觉很闷，很闷。这边就整个就特别好，通风性非常好。这个真的是，如果我是一个需要仓库的业主，我看到这个东西简直就像看到一个宝啊，真的是一个宝贝，真的是一个。在蒙克莱尔这个地方，对，后面就是火车道，后面就火车道，你的运输、公路、铁路、loading dock、飞机。靠近安大略机场，对，这个东西简直是太好了 ，perfect size。那如果是在洛杉矶做仓库或者做仓储业务的，也知道我们这边最近爆料很多关于仓库的安全事件啊。是的，这个仓库我觉得你不需要担心的原因是因为它4周全方位80个摄像头，对 ，camera 全部都有录像，对，闭路电视。然后我们这边的大铁门，大家看一下，因为是新的物件，就是各种设计都很好。Gate community 带 gate 的仓库，然后大家再关注一下地面。整个4.88个 acre 都是这样的地，全部给你铺平，这花不少钱哎。我们过去拍很多仓库的时候都不好意思拍那些地面，太土，就破旧了。这个是因为很高的建筑品质，所以经过10年大卡车的无情的碾压，仍然非常平整，维护的很好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我们提到的排水、防水设施做的全部都很好。
然后整个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做工作。对啊，它这个地很大的，4.88 acre， 10万尺， Yeah 你可以做很多的加建的工作，或者是你自己想要做什么用途。是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，你想要在这个仓库中割出来一部分做冷链呐、冷库啊，冷冻柜，然后这个仓库上面你可以架像我们广告远处的那种广告牌一样，对火车可以看到出租给别人，是的，因为这边有火车道，所以这个流量还是很好的。包括前面这个 Arrow Highway，是流量很好。然后你可以看到，如果我们身后的这些是 Arcadia 的这个灯展灯会，他们在借用我们仓库的场地。是，所以当你有一个这么大面积的仓库的时候，不仅是你的私密空间可以用到，外面也可以用到，外面可以放的，可以放太多的东西。就插句题外话，你知道那个连停这种卡车头，都是要收费的嘛。对，它也可以租金收到一台就500块、800块这种收费一台。Yes， 所以这个我觉得很适合，如果你自己有自用的需求，是，然后有一些额外的资金可以做进一步的，不要再付租金了。不用付租金，而且它的 value 的上涨全部归你，然后你也可以再增加一些功能，进一步提升它的收益。是的，像我们刚刚提到广告牌等等等等。因为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其实这个位置蛮好的，旁边就是 Plaza， 对，就是大型的公寓，很多的人。再往前面走一个路口就是消防站和警察局。所以真的，我们已经做好了万全的保全设施，但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的话，警察局和消防人员会在2分钟之内，不夸张，2分钟之内就在旁边赶到这个地方。另外一个，你买10年新的仓库，从底层重新设计建造的好处就是，所有的设施装置都已经提前帮你预买好了。这个是我们里面插车用到的那个燃气罐，充气的装置也提前帮你设备好了。Everything is ready， 就你买过来什么都不用做。像过去很多客人找我们帮他找的标的可能是要做这样的改造、那样的改动、那样的加建。买这个仓库，你基本上你什么都不用做。所以这个叫拎包入住了，拎包入住的仓库。对，我们身后大家可以从航拍中看到，绕着仓库整个是一个 C 字形的回转，2个 gate， 所以卡车从一边进来，从另外一边出去。我觉得做卡车司机的可能也都喜欢到这样的仓库来装载货物，你不用在里面来回掉头。对，来回掉头。16 loading dock 随便哪一个，是非常宽裕的空间。这样一个标的，我觉得你在市场上根本找不到，没有这样的东西呀。David 前段时间 off market 不在市场上卖了一个500万的仓库，我们当时就觉得还不错了，在那个 size 里面。对，这一看就没办法比了，又新，设计又好，整个建筑品质，这个业主真的是按照自己的宝贝去建造的那个 quality 啊，他不是说去建造拿出来卖赚钱的，是，真的是1分钱都没有节省。整个建筑的标准都很好，用 best quality。对，对，所以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们，其实你也不必付全款。如果你是自营的业主的话 ，David 这边他是银行出身，再重复一下，在银行做了10几年，自营业主可以做到多少的当配？20%是可以操作的，20%的首付款，也就是3700的话，就是740万差不多美金就可以剩余的贷款。如果是投资呢？投资的话，一般是50到60的贷款的当配，对，就是要付1000多万。对。Anyway， 你如果喜欢的话，想要的话，甚至你有资金在国内的话，我们都可以想办法帮你完成操作一下。这个物业真的是再重复一遍，仓库中的战斗机啊，真的战斗机，不会在市场上持续很久。我们稍后也会挂上市，是对，然后也欢迎视频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我们的同行跟我们联系。再重复一遍，你向你的客人推荐这个仓库，他都会感谢你的，真的很棒。 Yes，OK，联系我们吧，我们下一集视频再见，拜拜。